中国人所谓的和为贵导致的另一面是什么？为什么中国文化无法孕育出法治精神？为什么中国历史几千年摆脱不了治乱的钟摆？在这个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继续读《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今天读到和为贵这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以帮助自己和朋友们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好，让我们开始。中国人的本体论模式就是阴阳在太极之中互相调和，因此与犹太教、基督教的善恶二元斗争的模式刚好相反。二元对抗的观念反映了西方文化的动态的目的意向性。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形态中，对立与抗争也的确是不断推动进步的动因。至于中国人的阴阳调和的二元论，则基本上在宇宙间排除了邪恶的因素，因为在这样的本体论模式中，所谓邪恶的因素并不是必须有善去克服的恶，而是阴阳失调，因此它是静态的，如果出现动，也必然是动乱，也就是一种变态，最后也必然用和合的方式恢复结构的平衡。这样的模式的确反映了整个文化深层结构的维持超稳定的目的意向性。事实上，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也是和合式的，而不是抗争式的。中国人相信风水就是一个最佳的明证，因为所谓风水就是不去改变现有的自然界，而是去调整自己这一方，去顺应自然。中国人的阴阳调和模式表现在烹调术中，就是让佐料的气味相互渗透；表现在人际关系中，就是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式来创造人情味。事实上，中国人的人情关系基以保持和谐为最高的目的，因此中国人很重礼节，而礼节的作用也是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中国人的做人注重礼尚往来，双方都不要斤斤计较自己的利益，互相让步。中国人认为，利益算得太清楚，就必然会引发争执。在一个强调互相依赖的文化中，争执是必须尽量去避免的。这种惜争的心态，使和事佬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一个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的角色。西方文化底下产生的人格，则认为人必须为自己去谋取合法的利益，而且不只是如此，他必须为了获得并保障自己的合法利益去做斗争。这种斗争也可以采取对抗的方式，这是个体的自我发展、自我扩张以及自我完成的一种必然手续。唯有如此，强固的自我疆界才能建立起来。显然，自己如此做，也会尊重别人去如此做的权利。因此，一切都必须讲究法权关系，什么是自己分内的事，什么是别人分内的事，都划分得清清楚楚。中国的老百姓确实也太容易被当局做思想工作。中国人的思想是很容易受人情而改变的，因此，所谓思想工作其实就是人情公事。和为贵或惜争的态度，使中国人给人一种容易相处、容易说话的感觉。然而，这种放弃对抗的态度却往往造成自我的弱化，因为自我权利观念的模糊，使坚强的自我疆界无法建立起来。在大部分中国人之间，它造成了一种将自己贬低才能获得社会称许的倾向，结果就形成了自我压缩的人格。这种自我压缩的人格很容易变成没有个性的人格。例如，为了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中国人往往有迎合别人的倾向。有时在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后，听到别人不同的意见，就立即改口赞成别人的意见。有时自己有异议却藏在心中，不敢说出来。这种自我压缩的人格，既然认为公然地保障自己的权益是不合法的，因此对让别人占便宜的容忍度就比较大，对受别人利用、摆布与控制的敏感度就会比较低，而且还往往会纵容与姑息不合理的事情，让它继续存在。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仍然笼罩的地方，为自己谋利益就必须在人情的磁力场中用扭曲的方式去进行。在这类情形中，放弃公然抗争的态度，往往只是以退为进的手法，也就是多吃一点亏的作风，先在社会观众面前赢取自己在道德上的优越感，然后采取迂回的手法去获得自己的利益。因此，我们就发现了和为贵的态度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对自己吃亏的敏感度的降低，甚至是全部没有，并可以让别人随便在自己身上践踏。其典型的例子就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
另一种情形是充分自觉地利用不争的姿态去获得更大的利益。其极端化的例子就是历代的篡位者或祸国者，他们明明是野心勃勃地去窥伺大位，却都是由下面的人先发动劝进，而自己至少退让3次，然后才去攫取它。一般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则处于这2个极端之间，这2种倾向的痕迹在一般中国人身上出现的多少，只是一个比例或者场合的问题，他们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常态。一般人都是利用自己多吃一点亏的办法来为自己在社群中吃得开铺路，这种吃得开也不一定限于物质利益，也可以是一个能被社群接纳的形象。这种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和谐的态度，用在政治生活中就变成了对统治者俯首帖耳的听命的态度。在西方社会，从法理上来说，每一个个人、每一个集团都是平等的，因此绝不能容忍一个一元化的权力结构压在众人的头上。然而对中国人来说，西方人这种吵吵闹闹的方式无疑是在制造乱，是为了局部利益而破坏了整体的安定。因此为了保持安定团结，就必须有一个一元化的权力结构压在全社会的头上。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人可说是最容易统治的老百姓。只要还有一口饭吃，中国人就很少地向统治者采取对抗的态度，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国人性格中的祥林嫂的成分。在中国大陆是保存中国人特色最浓郁的地方，因此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祥林嫂的影子就特别庞大。面对自己完全没有参与权的政治局面，中国人一般是保持羊群一般的驯服性，在自己的权益长期地受损的情形下，他们的一种态度是噤若寒蝉，甚至连心中也是如此，好像出言不敬地批评当权者，就是在讲父母的坏话一样。另外一种态度则是在背后埋怨或发牢骚。当我在国内时，发觉这个倾向已经有压倒前一种倾向的趋势，但是这种态度也不是对抗，而且往往可以被上级用做思想工作的方式周期性地平息下来。这种用人情公式来对一个人做思想工作的方法，可以说是中国的特色。上述逆来顺受的倾向可以说是中国老百姓的特色。老百姓一词也是中国人特有的名词，它是指被统治者，是相对做官的人而言的，因此与现代公民的观念没有相通之处。然而中国老百姓避免与权威对抗，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那就是阳奉阴违。这并不是一种争权力的态度，这是一种破坏法治的小动作，因此是一种没有尊严的消极违抗。如果明文规定的制度不太合理，而又不敢去用具有原则性的方式去改变它，结果就只有培养不守法的精神。换而言之，即使连合理的规则，只要没有外力的约束，也不会去遵守。这不是一种确立自我的反抗精神，而只是人格失去尊严的另一种形式的自我压缩，而且它造成了整个体制的瘫痪。因此，中国人虽然是驯良的、易于统治的老百姓，却没有像日本人一样使整个社会的体制上轨道。和为贵这条文法规律可以引导出来的最后的可能性，就是它的对立面，那就是乱。一个逆来顺受惯了的人，一旦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地迸发出来。而且既然平素不善于利用合理的渠道来宣泄自己的攻击性，因此当这种攻击性终于迸发出来的时候，是不受理性控制的、盲目的、破坏性的，而且是没有游戏规则的，是斗死方休的。所以中国人平常的态度总是平易中庸的，很少像其他民族那般让爱憎之情做极度的表现，就是因为一旦表现出来就很难收拾。这也构成了中国社会天下大治与天下大乱的交替循环。